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18日，星期一，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加拿大第4家家禽养殖场出现禽流感。魁北克省的禽流感病例数量正在增加，现在有4个家禽养殖场受到该病毒的影响。加拿大食品检验机构周日证实，在蒙特利尔以东约190公里的魁北克省 Les Sources 的一群羊群中发现了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毒株的最新病例。这4个农场的疫情集中在蒙特利尔以东的埃斯特里地区，包括上周宣布首例病例的一家商业养鸭场。联邦机构表示，这些设施已被隔离，并建议该地区的其他农场增加生物安全措施。本月初，魁北克省在野鹅中发现了第一批禽流感病例，其他几个省份也报告了野生和人工养殖种群的爆发。H5N1 常见于野生水禽，但它可导致养殖种群的严重疾病和死亡。虽然它可以在极少数情况下传播给人类，但检查机构表示，对于不经常接触受感染鸟类的健康人来说，禽流感并不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拜登、哈里斯和美国政客有多富有？虽然美国的政客往往能获得丰厚的薪水，但这通常并不能说明他们真正的财富。除了这些政府薪水外，政客们还倾向于通过投资、房地产和写书、公开露面和其他方式获得的收益来积累大量的个人财富。拜登总统拥有800万美元资产。在2017年离开副总统职位后，拜登的财富为250万美元。从那以后的几年里，他已经增长到800万美元。他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书籍的销售，以及演讲和其他出场费。还有他的妻子 Jill Biden 的收入，他是一位教育家，曾写过回忆录和儿童读物。副总统哈里斯拥有700万美元资产。他的第一笔可观收入来自2009年至2019年出版的3本书，其中包括1本回忆录。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14亿美元财富。他于1987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至今。他的大部分财富来自演讲费用和投资，其中部分来自于她的丈夫，前国会议员 Paul Frank Pelosi， 他也是风险投资公司 Financial Leasing Services 的创始人。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坐拥820亿美元。早在1981年，他就创立了彭博社 Bloomberg LP， 这是一家专门从事数据、软件、金融和媒体的金融公司。特朗普30亿美元。这位前房地产大亨除了持有的房地产外，他还是 NBC 受欢迎的真人秀节目《学徒》的主持人，这有助于巩固他的名人地位。他还从父亲 Fred Trump 那里获得了大量遗产。前国务卿，目前担任美国第1任气候问题特使的 John Kerry， 财富为2.5亿美元。虽然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他2.5亿美元的净资产大部分来自他与海因茨的婚姻。海因茨从前一次婚姻中继承了亨氏番茄酱的大部分财富。这对夫妇在玛莎葡萄园附近拥有一处价值约1200万美元的房产。犹他州参议员 Mitt Romney 4.5亿美元。他主要通过为私募股权公司工作来赚取巨额财富，从1975年的波士顿咨询集团开始。2年后加入 Bain & Company 后，他创办了一家分支公司 Bain Capital， 这使他的财富在25年的投资收购中得以增长。莫德纳疫苗是否好于辉瑞疫苗？新的研究表明， Moderna 的 COVID 疫苗可能比辉瑞公司的疫苗有一些轻微的优势。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234人分为3组，其中接种双剂量辉瑞114人和接种双剂量 Moderna 114人，以及单剂量强生疫苗6人。强生疫苗与 mRNA 使用不同的机制来防止感染。研究跟踪其注射后10个月内的抗体水平。在第2剂疫苗后1周至20天，接种辉瑞和 Moderna 疫苗的人的抗体水平比强生疫苗接受者高出约50倍。研究发现，
辉瑞和 Moderna 组的抗体随后都开始下降，但辉瑞接种者的抗体下降幅度更大。研究人员说，6个月后，辉瑞疫苗的抗体水平分别低于 Moderna 疫苗组和因新冠重症住院的患者。该研究的作者指出 ，Moderna 对患有严重 COVID 的患者比轻度患者能够产生更多的抗体。该报告最近发表在《免疫学前沿》杂志上。研究人员还发现，辉瑞疫苗的老年接种者比年轻的接种者产生的抗体更少。Moderna 疫苗的情况并非如此，年龄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虽然辉瑞和 Moderna 疫苗相似，但它们的配方和含有的 mRNA 量的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没能产生相同的抗体反应。接种间隔的时间也可能是一个主要因素。接种疫苗后抗体水平下降并不奇怪，弗吉尼亚大学 UVA 医学院的免疫学家 Behnam Kashevarts 说。但我们对 mRNA 疫苗后抗体下降的速度感到震惊，尤其是辉瑞 BioNTech 疫苗。该研究的作者指出，目前尚不清楚 Moderna 疫苗产生的更大的抗体反应是否转化为更好的实际保护。但研究小组建议，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不同疫苗接受者之间新冠重新感染率的差异。根据该研究的资深作者 UVA 的过敏症专家和免疫学家 Jeffrey Wilson 博士说，辉瑞 BioNTech 和 Moderna 都被证明在预防严重疾病方面非常有效，但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其他研究的基础上，这些研究显示出有利于 Moderna 的结果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世界银行称，战争将削减经济增长并增加融资。周一，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表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世界银行正在将其2022年的全球增长预测下调近1个百分点，从 4.1% 降至 3.2%。马尔帕斯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世界银行正在通过提出一个新的15个月的危机融资目标1700亿美元。来应对战争带来的额外经济压力，目标是在未来3个月内承诺约500亿美元的融资。马尔帕斯表示，该行增长预测下调的最大组成部分是欧洲和中亚地区，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和周边国家收缩 4.1%。由于与战争有关的供应中断导致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发达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预测也被下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也将于周二下调其全球增长预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本周将讨论对乌克兰的新援助，并预计一些捐助国将宣布具体承诺。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全球华人及时追踪世界各地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